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采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等你60岁以后，帽子就戴这5种，会更显年轻有气质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关于外貌的挑战，比如发丝渐渐变白，皮肤逐渐失去紧致。然而，帽子不仅是一件既实用又充满时尚感的装饰品，它还能巧妙地遮盖这些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为我们带来自信和魅力的提升。同时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帽子也能为我们带来诸多便利。这期咖啡屋，让我们一起看看该怎么戴帽子，该如何展现出别样的美丽。1. 为什么建议中老年女性戴帽子？原因在这儿。1. 掩盖白发或发量稀少的情况。白发之于女人来说是代表着岁月的沉淀和智慧的积累，但对于不少爱美的中老年女性来讲，它也可能成为心中的无限忧虑。大众审美中，浓密的黑发象征着青春与活力，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女性都会面临白发增多、脱发掉发的情况。这虽然是自然衰老过程的一部分，却也给她们带来了容貌上的焦虑。在这个时候，戴帽子便成为了一个既实用又时尚的解决方案。帽子不仅能够巧妙地遮盖住白发和秃顶，有效地驱除老气，让女性朋友们在外观上显得更加年轻和精神焕发，还能让女性通过外在上的改变，展现出更加自信和优雅的一面。因此，对于那些担心白发影响形象的女性来说，不妨试试通过戴帽子来遮盖白发，也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风格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帽子款式和颜色，让整体造型更加出彩。2. 修饰脸型以及面部平整度。年轻时的我们，容颜不用过多的修饰，便能美得轻松，可步入了中年以后，容颜便被岁月剥夺了，皮肤不再紧致，变得松弛下垂，脸型也开始挂不住皮肉，崎岖不平。为了优雅美丽的老去，帽子的作用可不得小觑。一款适合自己的帽子，不但可以有效地修饰脸型上的缺陷，还能通过帽檐自带的阴影打光，提升我们的面部平整度，展现我们最佳的形象。3. 强化造型层次感，提升气质与形象。帽子的款式和色彩各种各样，为我们的衣橱增添无限可能。无论是休闲装、正式装还是时尚装扮，一顶合适的帽子总能为你的造型加分，让整体搭配层次分明，充满活力。选择一顶与服装相得益彰的帽子，就像是为自己的形象画龙点睛，让每一个细节都散发出独特的韵味。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，挑选一顶合适的帽子更是一种艺术，它不仅能够彰显个人的气质和品味，还能让她们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散发出迷人的光彩。巧妙地运用这小小的配饰，可以让人焕发青春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和魅力。它让每一位中老年女性都更加自信，优雅地走在人生的旅途上。4. 保护头皮和头发的健康。戴帽子不仅仅是一种潮流的展现，更是一种对身心健康的温柔照顾。对于那些头皮敏感或容易发炎的女性朋友们，一顶帽子能巧妙地隔绝空气中的尘埃、花粉以及其他有害物质，避免它们直接接触头皮，从而降低刺激和伤害。此外，帽子还能为秀发披上一层保护的外衣，无论是冬日里刺骨的寒风，还是夏日里炽热的紫外线，都可能对头发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，让它们失去光泽，变得干枯、毛躁，甚至泛黄。5. 冬天防寒，夏天遮阳，预防疾病。无论寒冬酷暑，帽子都是一款既时尚又实用的单品。在冬季，帽子能够抵御严寒的侵袭，
预防冷风强吹导致的头痛或感冒等不适症状。而到了炎热的夏季，帽子不仅可以遮阳防晒，保持清凉舒适，还能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。对于年龄稍大的女性来说，帽子更是必需品，因为对于她们来说，保持头部温暖，促进血液循环十分重要。2. 中年女性戴帽子要记住3戴3不戴。一是3不戴原则。首先，不戴过于年轻化或者老年化的帽子。帽子选得不恰当，会让我们的整体造型不搭调。年轻的款式虽然充满活力，但可能与中老年女人的成熟气质不太相称，甚至会让人误以为在刻意扮嫩。另一方面，过于老气的帽子虽然保守，却缺乏时尚感，不够吸引人，而且容易让人感觉沉闷，显得老气。选择一顶既符合年龄又不失时尚感的帽子，才能真正衬托出中年女性的独特魅力。其次，不戴过于贴头皮的帽子。那些紧紧贴合头皮的帽子，对人的头型和脸型具有不小的挑战。只有那些头型圆润、脸庞精致而流畅的人，才能轻松驾驭。然而，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年女性而言，同时满足这2个条件的情况并不常见。以头型为例，那些头围稍大、后脑勺不够饱满、不够圆润的女性，一旦戴上这种帽子，往往难以展现出时尚感。相反，她们会感到一种束缚感，舒适度大打折扣。更糟糕的是，这种帽子还可能凸显出头部的线条，暴露出头型上的不足，让人看起来不够自然，美感也大打折扣。最后，不戴过于艳丽花哨的帽子。设计过于花哨、颜色过于艳丽的帽子也不建议中年女性佩戴。女人到了中年，追求的是优雅与气质，而设计过于繁复花哨的帽子可能会显得不够稳重，而颜色过于艳丽的帽子会显得没有品味，过于艳俗不够气质。因此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简约而经典的款式，才更能体现中年女性的优雅与大方。2是3戴原则。1. 戴适合脸型和头围的帽子。为了确保视觉上的和谐与个人佩戴时的舒适体验，挑选一顶合适的帽子，关键在于考虑自己的脸型和头围。不同脸型与帽子的搭配，可以巧妙地修饰我们的面部轮廓。比如圆润的脸庞，通过佩戴一顶高耸宽阔帽檐的帽子，可以巧妙地拉长脸部线条，增添几分优雅。而那些拥有脸型长的女性，则可以通过选择帽檐较短、帽顶较低的帽子，来平衡脸部比例，让整体看起来更加协调。脸型一般被划分为6种：鹅蛋脸、长脸、心形脸、菱形脸、圆脸、方脸。1. 圆脸。圆脸适合贝雷帽、针织帽、渔夫帽不适合。棒球帽。圆脸的脸型长宽比例接近1:1，颧骨、下颌、额头基本同宽，脸型比较圆润丰满，自带婴儿肥，容易给人留下幼稚、不信任的印象。因此，在帽子的选择上，需要选择有线条感的帽型，增加脸部线条感和拉长脸部线条，打破圆脸不成熟的标签。这几年最火的贝雷帽简直就是圆脸的法宝，正戴、斜戴都很好看，尤其是斜戴的方式，可以很好的拉长脸部线条，还能让稚嫩的圆脸显得成熟些。脸圆淡头小类型的姐妹，不妨试一下针织帽，可以纵向拉伸脸长，弱化圆脸的脸宽，但在选择的时候，要挑相对宽松、有一定厚度、不会紧贴头皮的针织帽，不然脸会圆上加圆。为了打破圆脸的圆润感，还可以利用宽帽檐的帽子来淡化脸部的轮廓，达到瘦脸效果。还有最百搭的渔夫帽，遮阳挡脸样样行，圆脸女生可以放心戴，但在佩戴时记得不要压低帽檐，脸部适当留白，
更显精神气。2. 方脸，方脸适合，宽檐帽、豹头帽、渔夫帽、圆顶礼帽不适合。海军帽、棒球帽有棱角的帽型。方脸和圆脸一样，额头、颧骨、下颌骨基本同宽，但方脸棱角明显，所以在挑选帽子的时候，要避开棱角分明的帽型。削弱轮廓感，优化脸部线条比例。这种脸型对于女性来显得不太柔和，给人比较强势的感觉，所以要避免选择线条硬朗的帽型，比如海军帽、棒球帽。像 Sophia Loren 用加大的宽檐帽修饰脸部线条，强调女性个性，同时展现女性温柔的一面，柔刚兼并，非常时髦了。还可以适当选择质地柔软的豹头帽，利用两侧的头发来削弱轮廓感，打造强而有力的展现女性柔和的一面。百搭的渔夫帽在方形脸身上也不能错过，温柔感满满。还有线条柔和的圆顶礼帽，可以让方形脸的脸部线条更加柔和自然。时尚高级。3. 长脸，长脸适合，鸭舌帽、贝雷帽、渔夫帽不适合。针织帽、高官帽。长脸最大的特征是脸的长度大于宽度，除了可以在刘海上做功夫，还可以借助帽子缩小脸长。很多长脸姐妹都认为贝雷帽是雷品，但是只要选对款式和正确佩戴，也会特别好看。长脸的线条是纵向延伸的，因此当你戴上一顶贝雷帽时，可以轻轻向后倾斜，让帽子落在头后，这样刘海就能巧妙地遮掩一部分额头，从而在视觉上缩小了脸部的长度，让你看起来更加柔和，充满气质。如果你是那种没有刘海的女生，可以尝试将头发侧分，露出你认为更迷人的那侧脸颊，斜斜地戴上帽子，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脸部的整体高度，营造出一种更加和谐的视觉效果。另外，你还可以在佩戴帽子时，让帽檐稍微遮住额头，这样可以减少脸部的空白区域，从而创造出一种脸部较短的错觉。然而，对于那些帽顶较高的针织帽，长脸的女生可能要小心一些，因为它们可能会让你的脸型看起来更加细长。相反，选择一顶帽顶圆润的鸭舌帽会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它能够消除长脸带来的成熟感，让你看起来更加活泼俏皮。在这个冬天，长脸的姐妹们还可以尝试那些毛茸茸的渔夫帽，它们不仅能够修饰你的脸型，还能提供极佳的保暖效果，让你在寒冷的季节里也能轻松凹出时尚造型。4. 菱形脸，菱形脸适合，渔夫帽、针织帽不适合。棒球帽、鸭舌帽。菱形脸的额头比较窄，脸颊宽，下巴尖，整体轮廓接近菱形。选择帽子的时候要重点加宽额头。渔夫帽可以让你的额头看起来饱满又立体，脸颊线条更加流畅。针织帽对于菱形脸来说容易踩雷，但选择折边且厚实的针织帽还是可以满足大冷天的暖意。Angelina Jolie 在配戴针织帽的时候，会利用两侧碎发修饰，显脸小，高级感满满。像棒球帽、鸭舌帽这种帽型，上紧下宽的视觉会把脸部中心压低，两边脸颊的轮廓感会显得特别突兀，所以菱形脸女生千万要避免。5. 心形脸，心形脸适合，宽檐帽、渔夫帽、鸭舌帽、棒球帽，不适合针织帽。心形脸是理想的脸型之一，脸部的轮廓特征接近梯形，宽额头、尖下巴，脸部长宽的比例为3:2，传说中的美人尖就是她本人没错了。这种脸型可以驾驭各种帽型，像之前大火的韩剧《德鲁纳酒店》里的大女主张满月，经常会戴大宽帽檐的帽子，用刘海盖住额头，修饰宽额头的同时突出尖尖的下巴，非常优雅有女人味。
我们还经常利用贝雷帽、渔夫帽、豹头帽等给整体造型增加俏皮文艺感，同时完美补足宽额头的缺陷。但这种脸型还是要避免针织帽这种比较贴头皮、显上半张脸宽的帽子，虽然可爱，但很容易显脸大。总的来说，圆脸要注意拉长脸部比例，在选贝雷帽的时候，尽量选择硬挺皮质的款式。方脸避免紧贴头皮的毛线帽和帽檐又宽又高的款式。菱形脸要遮挡或增加凹陷的太阳穴，平衡突出的颧骨，避免露出额头的款式。长形脸能遮挡一部分长度的款式，让脸部比例看起来更协调。心形脸避免贴头皮款式，注意修饰宽额头，突出尖尖的下巴。鹅蛋脸几乎所有帽型都很合适。然而，很多姐妹就算知道了自己的脸型，选择了合适的帽子，也总是不能将自己的美貌最大化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搭配。以下的有2个穿搭要点：一、带与服饰风格一体的帽子。帽子毕竟只是一个单品，它是为我们整体穿搭美化润色的，因此在我们选择帽子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，帽子的风格应该与服饰的风格相协调。例如，如果穿着优雅的长裙，可以选择一款清新甜美的编织草帽，而如果穿着休闲的牛仔裤和 T 恤，则可以选择一款简约的贝雷帽或者渔夫帽。2、带优质材质和经典颜色的帽子。挑选帽子时，材质和颜色的选择至关重要。那些软塌塌没有质感的帽子，不仅不能为你的形象加分，反而会让你看起来显得廉价。相反，那些面料挺阔、轮廓分明的帽子，配上经典色彩，能轻松彰显出女性的高雅品味。在材质方面，我们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来挑选，比如柔软保暖的羊毛或羊绒材质，非常适合冬季佩戴。它们能给你带来温暖的同时，也增添一份时尚感。而到了夏天，棉麻或草帽等材质则更为合适，它们吸汗透气，让你在炎炎夏日也能保持清爽。至于颜色，黑色、米色和灰色等经典色调总是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最理想的是根据自己的肤色和日常穿搭风格来挑选，这样不仅能够提升整体造型的和谐感，还能让你的帽子成为点睛之笔。3、打造出留白，增添透气感。戴帽子时要避免将整个脖梗都包裹起来，适当露出颈部，配上精致的小项链，能让整体造型更显轻盈优雅。这种搭配既能突出帽子的存在感，又不会让人觉得压抑。4、帽子与围巾相互协调。帽子和围巾的搭配讲究互补，深色帽子搭配亮色围巾能增添活力，亮色帽子配深色围巾则更显沉稳。注意两者的材质要相近，这样才不会显得突兀。5、颜色搭配要有层次感。喜欢简约风的姐妹可以尝试黑色帽子配白色内搭。干练大方，偏爱复古风的话，不妨选择纯色帽子搭配格纹上衣，让造型更有韵味。重点是要让帽子和服装的颜色形成呼应。3、推荐中老年女性戴的5种帽子，优雅成熟又时尚。1、气质金贵的宽檐帽。宽檐帽气质中带着一丝金贵，浪漫中又透露着法式的复古优雅。这类帽子的帽檐较宽，不但可以很好的遮挡阳光，同时也具有很好的修饰脸型的效果。在宽帽檐对比下，会将人的脸衬得更加精致小巧。2、清新风格的编织草帽。编织草帽是一种清新甜美的田园风格帽子，材质自然简单，颜色明亮轻快。这种帽子尤其适合春夏在户外活动时佩戴，既能凸显中年女性优雅成熟的气质，又能为其增添几分活泼感。
使整体造型更加明媚生动有活力。3. 时尚贝雷帽。贝雷帽是一种经典且时尚的帽子，同时还带有丝丝文艺气质，尤其适合气质女性或者文艺女青年佩戴。无论是未加修饰的经典纯色款式，还是带有装饰的潮流款，都能为女性增添一份知性与优雅。同时，贝雷帽对脸型的要求不高，比较百搭，适合各种脸型的女性佩戴。4. 复古豹头帽。豹头帽是一款带有复古时尚风格的帽子，帽檐较宽但短，略微向下倾斜，给人一种俏皮可爱的感觉。这种帽子适合搭配休闲服或者复古风的服装，展现中年女性的时尚潮流以及高级品味。5. 毛呢质感的小圆帽。小圆帽低调优雅，但普通款式难免单调，加入皮带或丝巾装饰的设计，既能增添时尚感，又能让帽子更显精致。浅色系的小圆帽搭配浅色丝巾，能够营造出优雅又减龄的效果。4. 上了年纪的女人戴帽子注意以下几个技巧，才会更优雅减龄。技巧1，戴帽露出耳朵，才更加清爽干练。想要帽子戴起来更加时尚有型，细节问题一定不能忽视。由于帽子本身的设计原因，我们的上庭，也就是额头，在佩戴时会被遮住一部分，视线集中在中下庭两部分，五官的细节就会被放大，脸型的钝感也会增强。因此，我们在佩戴帽子时要露出耳朵，中和面部亮感，修饰脸部轮廓，使面部看起来更舒展大气的同时，也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清爽干练。若是将帽子遮住耳朵的话，就会显得五官拥挤，不够清爽，较为小家子气，还容易暴露五官和面部缺陷。技巧2，可通过适当的配饰点缀，如墨镜、耳环、项链等。上面我们提到，戴帽子会放大我们的五官细节，因此除了帽子本身，我们还可以适当的通过添加一些配饰来修饰脸型，丰富造型的层次感与时尚感，比如墨镜、耳环、项链、丝巾等等。墨镜可以弱化中庭，平衡五官的面部占比，使造型更加和谐自然，而耳环、项链、丝巾等可以为造型增加亮点，吸引视线，一定程度上修饰我们的脸型，使面部看起来更加精致协调。技巧3，利用发型增高颅顶，防止脱帽尴尬。怎样解决脱帽后头发扁塌无形？1. 发缝交叉或者逆方向侧分法。戴帽子固然好处多多，但也有让人头疼的问题，那就是室内脱帽后头发被压扁、软塌无形的尴尬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发型上做一点小技巧了。假如你想披发戴帽，便可以尝试一下将发缝交叉增高颅顶，使发缝更轻盈蓬松，或者逆方向侧分头发，与头发自然生长的方向相反，自然也就不容易被压扁了。2. 半高马尾或者固定编发法。扎发戴帽，固定发型也不失为一种既时尚又实用的方法。无论是半高马尾扎发，或者是高颅顶高层次编发，都是为了在固定发型的同时，营造蓬松向上的毛流感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最直接有效的方法，那就是随身携带一把小梳子，脱帽后及时整理便可。综上所述，中年女性戴帽子，不仅能提升个人外在形象，还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呵护。但需注意，要根据自己的脸型风格来挑选适合自己的帽子，以及注意搭配的细节，才能实现1+1大于2的穿搭效果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